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勾力。上节内容我们讲了 Python 集成 MT5 的一些方法，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在 MT5 中如何运行一个 Python 策略，如何进行策略的实盘。好，那在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我先针对于上节内容的一些小问题做一个解答。首先就是我们在 MT5 中集成这个 Python 的交易环境的时候，你是必须要打开这个MT5 的终端的它其实就跟我们运行一个 EA 是一样的你不能关闭掉你的这个 MT5。所以如果你是确定要进行这个实盘交易的话，那么最好就是把你的这个Python 的交易环境把它像挂 EA 一样运行在一个离你这个 broker 的服务器近一点的 VPS 上。那么关于这一块的内容你可以在我的频道搜索关键词 VPS里面有一个视频是着重讲这一块的。第二点就是想要运行量化交易不管你是 Python 也好，还是这个MQ15 也好你必须要保证这个你是打开了这个 MT5 的允许算法交易的也就是这个按钮你必须要把它点成绿色，否则的话你的策略是无法下单的你运行这个下单逻辑，但是你的这个交易面板这里是不会有任何订单产生的但是你的日志里面会有一些报错的一些信息所以确保这个允许算法交易的按钮是绿色的，是打开的。第三点就是因为这个不同的 broker他们的这个交易模式他们这个failing mode 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如果直接使用这个 MQ15 的C-Trade 类去做开仓的话那么这里的这个type failing 就不需要我们去考虑。但是如果我们是使用类似于这种的这个request 的这种自己封装的这种结构体的话，那么你必须要设定好合适的这个 failing mode 这个 type failing 才可以下单成功不管你是这个 MQ15 还是这个Python 都是一样的。不同的券商它这里的这个 type failing 是不一样的待会儿我再给大家演示如何寻找匹配的这个 type failing。好，这就是上一节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小的问题所以严谨一点的话，你最好就是在你的代码中针对于这些情况进行一个逻辑判断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内容我们通过一个例子去演示一下如何去进行这个策略实盘。首先呢，还是要导入必要的库比如说这里的这个日期和时间这里用于和 MT5 交互的这个MetaTrader 这个包关于这里的话，我上节视频已经讲过了如何去安装的。然后就是我们的用于数据处理和科学计算的一些库，还有这个时间就这些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定义一些必要的变量我这里是先定义了一个字典，等一下我先把这里运行一下然后我这里的话是定义了一个字典，将这个时间框架的这个字符串也就是大家常规理解的这种比较有共识的这种字符串的这个时间框架和对应的这个 MT5 的时间框架的常量和它所对应的这个具体的分钟数进行一个映射这样的话就方便我们等会儿那个 isNewBar 函数的这个计算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就是关于我们这个策略的一些外部参数它就相当于是我们之前写这个 MQ15 里面的这个 input 内容比如说这里的这个魔术号什么交易品种时间级别还有具体的手数还有这个允许的这个最大的滑点，还有关于指标的一些设定布林带周期我们这里是以一个布林带的策略来进行举例布林带的周期还有布林带上下轨的偏差的倍数然后是止盈止损，运行一下我这里的话为了能够尽快的看到这个效果，所以我使用的是一个1分钟级别的一个K 线级别。好，那再接下来的话就是获取指定时间周期的这个开盘价它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我们这里的这个待会儿要讲的那个 isNewBar 函数做准备的然后逻辑就是首先就是创建两个时间对象，然后初始化这个时间列表，然后循环的生成当前的这个 K 线
K 线级别下的这个开始的时间点啊，比如说我这里以一个1小时级别用来举例，然后1小时级别它所对应的这个分钟数就是60嘛，然后我们运行一下，它就会把所有的这一天之内的以1小时进行分割，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每一个 K 线1小时级别的这个时间点，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就是要获取正确的这个 type filling 啊，因为不同的这个 broker 有区别，如果你传错了的话，就是不能下单的啊。然后这里的话，我们是使用的这个 MT5的 order check 啊，订单检查的一个方法然后我们在这个方法里面传入不同的这个 type filling 啊，我们看哪一个 type filling 可以正确的下单，那么就证明我们当前这个 broker 的type filling 是多少啊？比如说我这里的话就是1啊，它代表的就是我们上节课用过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呢 ？Order filling IOC 啊，就是这个。然后你们的券商可能不太一样，所以你们需要自己去运行一下看一下啊。当然你可以直接使用这个函数带入到你的这个 market order 方法里面。下面的话就是我们这个下单的方法然后这里的话我们是直接使用一个市价单的模式首先的话就是获取我们的 type filling， 然后获取当前此时此刻当前交易品种的一个报价信息，然后的话就是定义这个订单的类型和它所对应的这个价格。比如说做多的话，我们订单类型就是0，做空的话就是1，做多所使用的价格是20价，做空的话就是贝塔价。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就是封装我们具体的订单的这个 struct， 然后使用这个 order send 的函数进行下单如果等于这个下单结果等于这个1009的话，代表下单成功，否则的话就是下单失败下单失败。最后的话就把这个 order result 返回出去。然后关于这里的参数的话，我感觉应该就不需用介绍了吧，我们上节课已经介绍过的第一个就是我们下单的这个下什么单，比如说我这里的话就是试下单，然后就是下什么品种，然后是下多少手，然后再接下来就是什么价格呀，什么止损止盈不拉不拉就这些东西我们之前已经讲过的这里就不再赘述了。运行一下，这个刚才应该也运行过了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就是根据指定的日期的数据，这里不是日期这里是根据指定的这个 K 线的所对应的这个索引来获取数据，并且把它转换成这个 data frame 对象。我们就是使用这个 MT5 的 copy rates from POS 来进行一个获取我们看一下这个文档 copy rates from， 它这里的参数的话，首先就是等一下首先就是我们具体的 symbol 要交易的品种，然后是所对应的这个时间级别，然后就是开始的这根 K 线的索引，然后是你要获取多少根 K 针对我们这里的情况的话，就是当前交易品种是 OR， 然后时间级别的话是1分钟，然后我们从1这根 K 线开始获取10根 K 线的数值数据。然后我们运行一下的话，这就是它具体所获取到的数据最终的话，我们还使用了一个这个toDate 来将这个时间戳转换成为这个方便我们阅读的这个时间格式。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就是针对于我们这个交易信号的一个判断我这里使用的就是一个布林带的交易策略还是比较简单。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的话，使用我们刚才这里的这个 get rates 方法来获取到它所对应的这个数据，然后再计算布林带的中轨和它所对应的这个标准差。因为布林带的计算公式还是比较简单的它的中轨的话其实就是一个 SMA 然后它的偏差的话，我们就调用这个 SD 的方法就可以计算出来了。我们这里没有使用我们直接使用的这个点命，因为我们这里面的这个 close 数据它是只有这10条的，所以我们就不用再指定具体多少条了。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根据这个中轨和这个标准差来计算布林带的上下轨
啊，这里的话就是获取最新那一根已经是最新的那一根 K 线的明确的这个收盘价啊。然后具体的逻辑判断就是，如果最新的收盘价低于布林带的下轨的话，我们就买入啊；如果是高于布林带的上轨的话，我们就是卖出啊。这里是它具体这个函数的一个返回的一个结果。针对这里调用一下看一下，比如针对于这里目前这个情况的话，它前一根 K 是收在了这个布林带的下轨的下方，所以它就发出了一个买入的信号。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这个 is new bar 函数啊，它跟我们在 MQL5 里面的这个 is new bar 函数所要实现的逻辑是一样的啊，所以我就不再去赘述了啊。熟悉的同学应该清楚了啊，这个 is new bar 函数都已经快讲烂了。当然，我们这里的具体的实现逻辑是不一样的啊。我们这里就是根据之前获取到的这个时间列表来进行判断啊，判断当前的这个时间是不是处于这些时间列表之中啊。如果是的话，就给它返回true，代表是一个new bar 产生了。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初始化的一些工作啊，这跟的我们之前写 MQL5 中的 onInit 方法是非常类似的啊。一些初始化的工作我们都会在这里面做。首先就是使用 MT5 的库来进行连接啊，我们先运行一下如果出现这个结果的话，就代表连接成功了啊。然后连接失败的话，我们会直接给它打一个信息比如说我们这里如果把这里的路径写错的话，它就会告诉我们连接失败了啊。然后，如果我们这里是没有启用这个允许算法交易的话，它也是会告诉我们当前 MT5未启用这个允许算法交易啊。如果这些条件都满足的话，它就会告诉我们当前这个连接的服务器是哪里，然后登录的账户是多少，然后balance 多少啊，然后净值是多少。这里的我们使用的是这个 trade allowed 来进行这一块的逻辑的判断其实所有的这些逻辑不管是下单也好，还是我们之前的这种terminal 相关的这些命令也好你都可以在这个文档中进行查找啊。好，那最后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策略自动化交易的最终的一个逻辑就是把上面这些所有的方法进行一个融合。那么 Python 它跟这个 MQL5 不同的是，在 MQL5 中，我们的这个 onTicket 方法它是会被被动的进行调用的，只要有一个新的报价产生，它就会调用这个 MQL5 的 onTicket 方法。但是在 Python 里面，它是没有办法这个被动的去接收这个新的报价的所以我们这里就使用一个写死的一个永远循环的一个威尔循环来进行主动的去进行调用了。我们这里是给它逻辑是每隔1秒钟就进行一个获取逻辑的获取然后这一块的话就是针对于新 K 的一个检查如果你们不需要这个逻辑的话，其实完全可以把它注释掉它不影响后面的这些逻辑判断的然后如果过了这一块的话，就是针对于当前持仓进行一个检测如果当前有持仓的话，那么就不再进行开仓逻辑的判断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我们就是首先获取交易信号，然后获取当前时间所对应的这个报价信息，然后进行交易信号的一个判断。如果是买入的话，我们就调用这个 market order 进行 buy， 否则的话就进行这个 sell 操作好，逻辑就是这些内容我们先把它运行一下，看一下效果我们这是都启用了。逻辑还是比较简单的它跟我们在写这个 MQL5 里面很多东西都是非常类似的基本上来说就是一通百通可能你的具体的实现的方式不一样，但是它背后所对应的这个原理也好，核心也好，它其实都是一个逻辑好，接下来我把这个视频做一个加速让大家好看一下这个效果。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如果感觉对你有帮助的话，还请点赞、评论、加关注。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古德拜。